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24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6.20，收盘价是185.77，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92.96，最低价是在185.26。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但是在前高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567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18倍量增。KD 值快线转折向下，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MACD 开口不变，双线是继续上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短期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2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天剑线。那天剑线通常是变盘的信号 K 线。那这个天剑线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到相对高的位置。那通常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天剑线它是转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增，然后出现这样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 K 线说明当日在盘中是有获利离场的仓位。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是低开低走，那股价是很容易继续回档的。那只有日后股价站上这个天剑线的最高，才会继续目前的上行走势。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上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价会在195，另一个点位是收盘价会在190。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7的，这是第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183附近。实际在5月23日收盘价是在185.77，出现了回档。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个回档的 K 线它是大幅的低开盘，然后呢，股价在开盘之后是一度上涨，接近到193。那在193开始呢，出现了卖压，然后最后股价开始下行，那么收在了低位。那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当日它在大幅的低开盘之后已经造成了一个恐慌。那股价一旦上涨超过前高呢，我们说会有一定的对仓位或获利回场。因此呢，出现了这样一根长长的上影线，但是在当日下方是在185这个位置得到了支撑，然后收在185附近。那185我们回顾一下，它是上方2月16日最高217和4月27日这根 K 线最低152，也就是这样一个空头趋势的最高点和最低点的50%的成本线是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一个位置呢，对于上行它是压力，如果股价下行呢，它将是一个支撑。
那我们会看到这2天股价的走势验证了这个155的这个点位。那同时我们也纠正一下，在昨天的视频我们在描述185的时候有误，我们说成了是3月31日的这个最高和4月27日这个最低，对，所以我们在这里重申一下，185是这个高点217和这个低点152，它们之间的50%成本线。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那出现这样的一个线形呢，收盘在低位，当日又有大的成交量，那这样一来很可能会造成股价会继续回档。所以说，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下行。那对于5月24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如果下行的目标，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64，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要跌破这个底。那一旦164被跌破呢，那第二个目标依然是152。那跌破152，就是继续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空头趋势，继续出现新的底。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但是我们会看到股价下行在到达164第一个目标之前，那么各条均线值都会成为支撑，尤其是20日均线值。因为股价在多头的趋势当中啊，如果是跌破了20日均线值啊，将是一个转为空头的标志，所以20日均线值是强支撑，那也是标志位。好，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那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我们要调整一下。原来我们定义的是4月12日这根 K 线最高192附近，那么现在我们要把它定义成这根天剑线的最高是在193附近，我们要上调它。定为把这个点定为上行第一个目标啊，就是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的，股价只有日后站上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的最高，那么才能继续维持目前的上行走势。所以股价如果上行，它的目标一定是193这个高点。好，那么193如果被站上，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7，是这个水平线，是3月31日的最高和上方的217，也就是2月15日、2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股价日后如果能够重新站上217呢，那我们说将会开启新的一波的上行走势。那么它将会继续维持自1月6日以来上涨的这样一个多头趋势。好，这是我们对股价日后下行和上行的分析。那对于5月24日盘中，我们要给出观察位，一个是我们继续观察185这条水平线，看看它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我们还要给出一个日内的观测的点位我们说185是本周的观察位。那5月24日盘中，我们要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那5日均线值它的范围是在182.5到184附近，所以说呢，我们取它的上限，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在184附近，这是我们盘中要关注的位置。那如果股价继续维持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呢，那我们说股价有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叫做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如果不跌破5日均线值呢，
有可能会继续上涨，或者在这个区域内进行横盘。对，所以我们要关注5日均线值。如果一旦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我们给出的5日均线值下限是182附近。对，那么那股价呢有可能会出现继续回档。好，这是我们给出的观察位。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我们目前是有3个做多的仓位的，我们要依次来描述一下。首先，第一个仓位，我们是在5月17日的收盘价174附近，有5%进场抢反弹，目标是178。然后我们在5月19日的收盘价180附近，有10%的加仓，目标位是185。如果都没有获利出场，在5月22日收盘价189附近，我们有5%的加仓建议，目标是193。那么以这样一路建仓加仓，如果一直没有获利出场呢，目前还在持有。那么这样的一个仓位的成本位，我们测算是在181附近。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到了5月24日，说我们的获利点就是目标位依然是193附近。对。我们之前提到目标位就是股价一旦到达这个位置是可以获利出场的，当然也可以继续持有。那这样的仓位到了5月24日，目标位依然是193，然后我们要给出止损位。虽然目前应该是有一个小的盈利，但是如果股价出现了深度的回档呢，那这样的一个仓位是亏损的。所以我们给出止损位是182，也就是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182是我们测算的值，但是我们要守5日均线值。那在5月24日，如果股价的收盘价一旦跌破了5日均线值呢，这样的仓位要即刻出场。好，这是纪律。好，这是我们对第一个仓位的描述。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仓位，如果在5月17日没有进场呢，那么在5月19日，我们给出了一个进场的仓位是在180附近，5%进场做多，那么目标是185。如果在5月22日盘中没有获利出场呢，在5月22日的收盘价189附近，我们依然给出了5%的加仓建议。那这样的对加仓建议，然后目标是193。如果在5月23日没有出场，那现在是继续持有的，那它的成本位应该是在184.5附近。也就是目前收盘价的这个位置。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在5月24日，目标位依然是193，就是获利的位置。然后呢，止损位也是守5日均线值182。好，这是第二个仓位。第三个仓位就是之前一直没有进场的，那在5月22日，我们是给出的进场的技术上的建议，收盘价189，5%进场，目标位是193。如果在5月23日没有出场，没有获利出场，那么到了5月24日，止损应该是185
182，也是守5日均线值。对，在这个地方。好，这是我们对3个多头仓位的描述。在这里，我们想继续说明一下，我们在视讯当中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是做多的。那么通常最终我们都是以止损出场了结，对。但是我们在这里想说明的是，我们只给止损位，那么获利呢是由如果是就是说采用这样的一个操作的规律呢，获利的点位应该是根据自己的仓位去选择获利的点出场。我们在这里只给出目标位，而不给出获利的点位。对，那在视讯当中，我们只给止损位，也就是纪律，是必须出场的位置。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在5月24日185开盘价，也就是前一日的收盘价185附近会有进场。那一直如果股价继续上涨呢，在盘中说从185一直到上方的193都会有空头进场或者是加仓。那么我们分开来说，如果是在185附近进场呢，那它的目标应该是跌破5日均线值是182，它的回补位应该是193，也就是守上方这根 K 线的最高。那如果说稍微空头的长线一点的仓位，就是说从185到上方193这个区域都会有空头的进场或加仓。那对于这样的仓位，他们的目标是20日均线值。对于5月24日，我们测算是在170附近。对。那么如果是到193一直有空头的加仓，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00关口。对，好，所以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所以说到这里，我们会看到股价呢，我们会看到在5月23日它是大幅低开之后造成恐慌，然后呢股价在上行，在上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会有不断有这个获利出场，那么最后是收在了低位，但是呢它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那这样一来呢，我们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呢股价如果出现上行，能够站上193呢，很可能股价会继续上涨。对，那下方我们说股价如果跌破了5日均线值呢，那很可能会出现更深度的回档。对，所以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的一个走势的补充说明。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2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前高193，第二个压力位是200关口，当然第三个压力位是207。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我们认为是185，是这条最高和最低两个点之间的中线。然后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实际上是和它，我们合并一下，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82到184.5附近，所以我们把它和185合并呢，就是从
我们取整数是182到185，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是前低，也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是在180附近。第三个支撑是在177，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附近。当然，在下方是20日均线值，是在170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2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会给出2个方向。那在5月24日，如果是下行，那它将是低开盘，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5，最低下方会到达18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80.5附近。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另外一个方向是上涨，如果出现上涨，它将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8，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195，也就是出现新高，然后收盘会收在192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大幅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上涨。这是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可能，2个方向。那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如果既不上涨也不下行，会出现横盘向上。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6，最高上方会到达193，也就是会超过前高出一点头，对，然后收盘会收在187.5附近，对，在这个位置。那我们预测横盘向上呢，有可能继续出现这样一根天剑线，变盘向下的天剑线，然后呢出现高点，对。好，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2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